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2020年7月28号，星期二。纽约市的死亡人数是23485人，确诊人数是228384人，死亡率是10.28%。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32630人，确诊人数是416995人，死亡率是7.83%。全美国已经死亡了149496人，确诊人数是4347149人，死亡率是3.44%。恐惧指数呢还是维持在很低，整个市场非常欢乐，25.65。油还是在40美元一桶，黄金是暴涨，达到了1933美元一盎司。小麦、大豆和糙米的价格很稳定，但是牛肉的价格还是飞涨。猪肉的价格呢保持平稳，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02兑1美元。我们知道啊，新冠肺炎疫情啊虽然趋缓，但是每天呢还是有上万人确诊，死亡人数呢也仍然在攀升。而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呢，至今约有25万人确诊，光7月单月就有超过2250人死于疫情。24号单日呢，更加新增136例死亡，几乎每10.5分钟就有一个人丧命。那么美国佛州每10分钟就有一人丧命，其中银发族啊，它这个高死亡率呢更让人担忧。那么佛州的确诊病例中呢，虽然只有13%是65岁以上的银发族，却占了死亡病例的82%，而这样的数据呢，让银发族非常担忧。对他们来说呢，只要确诊，几乎就是判死刑。目前佛州除了要努力防疫，还要注意银发族的这个照护和陪伴，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呢，让他们感到了恐惧。那么城市中甚至出现了声浪，要牺牲老人家来成全经济，这些声音呢，无疑呢都给银发族造成了心理的压力。另外，报道中呢还提到过有趣的一点，那么65岁以上的银发族其实就是川普打赢佛州选战的关键之一。2016年，川普能够勉强拿到佛州的票，必须归功于这群银发族，那么他们占所有选民的21%，让川普险胜希拉里9%。不过呢，有很多人诟病啊，川普对于疫情的处理太迟钝。那么有民意调查显示呢，拜登呢可能会险胜川普，只是可能啊。接着昨天的话题，那么我还想说啊一点爱国的事情。现在我们谈的爱国啊，似乎变成了一份这个划分阵营的需求，那么拉开人和人的距离和智商的需求。我所理解的爱国啊，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一种强加式的、对比式的，像当下中国发生的这样子的。那么爱国呢，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每个人理解的爱国是不一样的。那我理解的爱国呢，就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应该是一种贯穿衣食住行生活里的朴素情感。可是现在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发牢骚就说不爱国，那么说错一句话就是不爱国，甚至连写一篇文章都会变成不爱国，甚至变成卖国了呢？这样随便呢给人家扣上不爱国的帽子，太不公平，那么也过于草率。那么如果对于那些指出国家问题的人都统称为汉奸的话，那想必中国就没有几个好人。那么事实上呢，那些搞批评的人呢，不是不爱国，他们很可能是更爱国。那么我们知道啊，很多的文人也好啊，企业家也好啊，平时私下里呢，他们经常批评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啊，说这个不好，说那个不好。那每个人呢听着呢都觉得说这是好像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但实际上，国家是一旦有难，他们都是第一时间冲在前线。那不论是我看到中国的这个汶川地震的时候呢，还是新冠病毒期间，他们都是毫无例外的捐钱捐物。那所做的一切呢，完全不是一个不爱国的人所作所为。而且呢，平时那些喜欢追毛求疵的人呢，似乎呢所做的是更多。在一些人的常识里，不要对这个国家说三道四啊，不要对中国说这个挑他的问题，你要捡好的说啊，捡好的说就叫做爱这个国家，家丑不可外扬啊，就叫爱国。但实际上这是错误的。真正的公民是有责任的啊，不光赞美自己的国家才叫爱国，那么怀着好的初心去批评也叫做爱国。民国以来啊，100多年里啊，敢于思考和保持批评的人，那么真的是很稀少。民国期间当然有鲁迅啊，有梁漱溟，有章太炎等等，
章太炎呢，曾经为了社会制度的问题呢，在新华门前挂着大勋章，高声痛批袁世凯。那他能这么做，完全不管不顾。不过呢，还是他在去之前呢，已经在家里给自己准备好了棺材。89时代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李敖啊，是台湾地区他言论最大胆的批评家。那么媒体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要问他怎么看。但是2000年以后呢，他就是因为批评得罪人太多，深感不安，那么开始系2条皮带。他说上面藏着很多小刀啊，挂着电击枪来防身，每次出门就跟上战场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李敖的言辞上是很勇敢的，很有正义感的。但是呢，其实他的本质呢，是一个很弱小、很恐惧的人。历史，其实这样的人是很少，敢于批评社会的人很少。能够批评社会，是需要一些胆识的，那还需要一些勇气。那么很多的时候呢，还需要承担很多的代价。那对于这些敢于搞批评的人，我们是应该很珍惜的啊，因为他们也许正在用理性的批评，让我们能够对自我和社会时刻保持着十分的警惕和热量。真心希望呢，中国的所谓的这个社会啊，当大家一直在赞美，一直在唱着正能量的时候呢，也应该在厅堂之上呢，给搞批评的人呢留一把椅子，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弱小，他们真的同时又是很勇敢，他们或许是真的呢，可能比你呢，比所有的人呢，比都更爱中国。那么有的时候啊，我们今天看到大量的新闻啊，说北京发现什么防空进行了防空教育啊，防空洞演习啊，我想起了大概几十年前的那个中国有大量的防空洞吧。当时民间有一种硬通货是粮食，比如说今天你跟我借500块钱，那么收据上要写着今天借到谁谁谁，谷子300斤，也就是说把钱换算为粮食，因为不管你用什么钱还我，到时候呢按照粮价计算。所以我在想，如果发生了空袭，发生了这种危机或乱世的时候呢，什么东西能够作为硬通货？理论上谁也没能耐一年把全国的粮食产量增加10倍。那么粮食是有使用价值，是防伪的，所以你不可能伪造大米或小米，那只有上帝做得到。粮食容易分割，可以按照斗或者斤来计算。所以呢，首要的情况是粮食在任何乱世都是硬通货。如果粮食不是硬通货，说明这个世道还不乱。太平盛世的重要标志呢，就是粮食不值钱。当今呢，以粮食作为硬通货的例子呢，就是委内瑞拉。在委内瑞拉呢，有很多的交易群，开始呢是物物交易，后来就出现了计价通货，那么叫做方便面。比如说某个委内瑞拉人，他有一个旧手机要卖掉，那他拿它跳到市场去卖呢，标价是20包方便面。那么方便面呢，是比稻谷更容易使用的货币，它不需要拿秤去称，数一下数量就可以了。那么在委内瑞拉呢，最不值钱的这个钱就是本国的钱。在网上曾经流行了一张照片，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委内瑞拉的一个垃圾桶里啊，大把大把的钞票扔在那里，被风吹得乱飞。但是美国的钱还是有用的啊，尤其是美元，真正的硬通货。那如果你有美元就好比是方便面比它更好的一种货币，因为外国人对方便面不感兴趣，他们不缺粮食，但是大家都认美元。我们记得当年这个侯赛因这个萨达姆他要求石油用欧元结算，美国就不开心。那么有美国在，美元总是比别的钞票更加可靠。你一旦任何国家的政府出问题我不谈哪个国家本国钞票上的数字就可以位数大增包括换成了数字货币了。那么从2位数到10几位数的例子，比如津巴布韦，那么可能大家呢就更认可硬通货呢就是美元。金银虽然不再是主流货币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金的继续向上突破已经达到了1930多美元一盎司了。那么黄金是真的是好东西黄金永远比纸币有用。在乱世，那么再回顾一下哪些东西能适合当硬通货呢？我们刚才谈了粮食谈了这个方便面谈到了美元，谈到了黄金，其实是人命最值钱的不管你有没有多少钱，命没了，钱就是人家的。但是我说的乱世呢，没有只是中国那么我指的是泛指的乱世那么有吃有喝能活几十年，如果你家里没有粮食，你即使坐在金山上，你没有面包照样是饿死。所以不论是在乱世中，方便面、火腿肠、大米还是罐头，但是呢，要考虑到粮食确实也是有储存期限的。大米只能储存2年，晒干的稻谷可以储存5到10年，大豆可以储存20年，而芝麻可以储存60年。那么很重要的一种代替粮食的物资呢，就是糖。
如果你有这个冰糖或者是白砂糖啊，可以储存1000年不变质。理论上，白糖还是一种很好的天然防腐剂，很多的食物加大量的白糖就可以保存很久。那么除了食物和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药物。所有的药里啊，最重要的是抗生素，请记住了，在乱世，不论是虫草、灵芝、石斛、黑枸杞、人参，都是没用的。那时候即使是兽医用的那些药，养殖场给鸡鸭猪牛吃的那些抗生素，都可以拿来救命。也不要担心过期，那么有些过期很久的药也是可以救命的啊。所以即使你只有几百块钱1公斤的这个兽用4环素，也比没有抗生素强。而另外一种好东西呢，就是净水材料。最方便的就是沉淀用的明矾，消毒用的这个2氧化氯和次氯酸钠。明矾现在很少有人用了嘛，很当的普通水塘里的水，稍微加一点点明矾，就可以把大量的悬浮颗粒呢结块沉淀下来，对人体有害的细菌和寄生虫卵就会成为沉淀物。然后呢，你1缸水加这个1克2氧化氯或者次氯酸钠消毒，那么杀菌杀病毒，那么水就可以直接饮用。所以在乱世之中啊，大家都准备好，并不是每个人呢都能够穿越危险到达干净的水源之处。在打水的地方，你会可能发现有持枪的匪徒在霸占着。那么逃生的路上呢，可能几天也遇不到什么干净的水，甚至只能得到路边水坑里的积水来喝。我们知道没有食物是可以活1个月啊，没有水只能活6天。那么净化水的设备和药品绝对是硬通货。那么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再找硬通货的话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硬通货是武器。当然在中国在其他国家有的时候可能是没有枪支弹药，他们可能是有刀子，可能有防身的武器没有武器，乱世很难保命。那么武器弹药呢，理论上是乱世的硬通货，否则你再带有黄金美钞也是会被别人抢走。张作霖当年是中国的首富跟他擅长经营是有关的。就说他割据东北的时候呢，经常自己把大量的武器弹药通过黑市卖出去，又以社会安全的名义到民间强制没收。那么过段时间又偷偷卖出去，然后一边卖一边没收，那钱就源源不断的挣。毕竟呢，张作霖是土匪出身，他知道武器的价值。除了武器呢，还有一种东西是燃料燃料是消耗品。乱世时代，不论是砍树还是割草，都不足以维持使用。所以在乱世，你能够储存石油，你能储存石蜡，甚至煤都很值钱。尤其是汽油和柴油可以直接发电，那这在乱世之中非常的重要。还有一类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工具。那么我们知道在乱世的时候你不能指望工厂开工源源不断的生产各种物品。你去Home Depot看各种工具，只要能用得上什么工兵铲镐锹铲都很有用。你得准备什么都要 DIY 的日子，那个时候你就需要各种各样的Home Depot的工具。那么这些工具有些是手动的，有些是电动的。如果是电动的工具，你还得准备足够的电源，包括了充电电池、太阳能电池、发电机和汽油、柴油。如果你是一个极限生存的爱好者，一定是熟悉这个以前我们看到这个荒野生存的这个系列的真人秀。我们看到有的这个主角他用一把小刀就可以生存在野外各种艰苦的这个环境下生存。其实呢不然，他可能还打了很多的疫苗他吃了很多的消炎药，打了很多的抗生素，他们遇到危险可能还会有直升飞机救他。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如果真的在乱世中，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没有人来救你。那么普通人呢，如果你想钻木取火，3天你也点不着一张纸。那么几毛钱一个的一次性打火机还是要准备的。那只要1秒钟，你就有大量的打火机呢，就是在乱世也是硬通货。那么普通人你想徒手抓鱼，那就更有问题了。你可能1天都抓不到1条，但是你有一张普通的小渔网，甚至包括超市里的网兜，你就可能收获好几百斤。那么这一张渔网的价值就远超过几十万的瑞士名表。而那些名表的使用价值呢，只相当于几十块钱的电子表。所以在现实中，如果未来发生了这种情况，发生了乱世的情况呢，你需要尽可能多的工具。你要在乱世来之前就熟悉这些工具的使用，你要经常 DIY， 像美国人一样练习自己盖房子、自己锯木头、自己贴瓷砖。如果没有知识的人呢，你给你一个富士康工厂也没有用。所以呢，手电筒、打火机、对讲机也是重要的工具。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有玩过对讲机，这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硬通货是对讲机乱世年代你难道还指望着用安卓手机上互联网吗？你要回到古代的日子。
有了对讲机，你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呢，你可以联系到你的同伴，短短时间呢就能通知你的同伴呢，人类就不再是原子，而是组织。这些工具啊，在乱世的时候呢都是非常值钱的。所以在乱世，你会发现劳斯莱斯的作用呢还不如北京吉普啊，林肯加长呢不如拖拉机好用，你 LV 包包呢不如李友的登山包，爱马仕的皮带呢不如电工用的插工具的腰带。一个工具箱的工具价值呢远超过了宋代的官窑瓷器，卡地亚的手镯呢不如一卷铁丝，深海鲍鱼呢不如最便宜的火腿肠。所以面对着未来可能发生的乱世啊，你有用的东西呢才能成为硬通货。所以你如果能储存一些，到时候就可以交换各种用品。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以下的东西在未来，不论是中国，不论是委内瑞拉，不论是美国，如果发生了乱世，你要做的事情是身边一定要有粮食、药物，尤其是抗生素、净水用品、武器、燃料、工具、黄金和美元。还要补充一点，最值钱的硬通货呢，实际上就是你的知识和技能。你的医疗知识可以救人性命，即使你身无分文，你也可以在乱世生存。那么你的各种劳动技能在乱世都可以为大家服务，你用你的服务呢可以换来各种物质。你的知识和技能呢别人抢不走，路上不会丢，也不占地方，也不会变质。所以不要等到乱世来临的时候才学知识和技能，那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机会。你需要时刻有一颗生存狂的心，慢慢的积累你的知识和技能，一步一步优化你的乱世库存储备。而那时候你和你的家人就一定会比别人多一份活起来的这个情况。100天后将决定美国到底是继续美国还是大号的墨西哥。有人老问我啊，说这2020年大选啊，你天天在这分析到底川普会不会连任啊？你告诉我这回答好不好？我到时候可验证一下。我的回答是2020年是一个分水岭，是决定的。从1968年起，左派一路向极左狂奔，奔进历史垃圾堆。民主党的党内彻底分裂，还是右派民众的纠错被人为的终止。从此美国不再是美国。目前为止，我对川普的连任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相信沉默的大多数，包括川普自己也相信这个 silent majority。我们相信支持正常人的常识，支持传统的价值观的民众呢还是多数。但是这里面唯一的变数啊，就是川普所说的禁止这个民主党啊想办法来做票。民主党的左派呢可能会进行到某一些程度。比如打个比方，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呢，那么理论上选民登记呢有个截止时间，你错了这个时间呢，你就不能参加当年的投票。即使去投票呢，也只能填写单独的纸质投票，填写后呢单独分类，由工作人员呢进行查证以后呢，才能成为有效的投票。但是2018年的投票的当天，纽约市的选举局突然宣布，选民可以携带自身的 ID， 就是驾照啊，就可以当场投票。那么这种投票呢，还故意混到正常的投票箱中。那么这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这就是川普最担心的事情。他第一反对邮寄投票，他认为造假了很多；第二呢，他反对这个不出现的投票，他怕的是非法移民来冒充正常选民。所以我们知道纽约市啊，实际上是民主党的天堂，它是这个蓝色州，那么大量的选民呢都是民主党，但是当然也有少部分的这个共和党的选民在这个蓝色州里。那么在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铁票州里呢，那么理论上是应该出现大量的民主党选票是没错的，但是呢，并不是说在纽约州、纽约市任何一个城市里面都是民主党占绝大多数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如果你想办法没有小心来注视这个投票的情况，你会发现有人在冒充，有人在故意的顶掉了共和党的候选人。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啊，现在市场上纷繁这个民主党的表演啊，共和党的反击啊。那么在疫情到来之前呢，在川普要求对大国禁航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民主党是坚决啊，当时是对疫情不当回事儿。那么同时呢，突然呢，随着疫情的发展，突然又倒过来了。那么各个州啊又开始狂叫着要呼吸机啊，要抢救啊，高喊着好像是联邦不管他们了。所以这种反常的情况呢，使正常人呢一想就知道有问题。当疫情真的到来以后呢，那么纽约市的这个市长啊，死活不肯关这个纽约的地铁。那么纽约州的州长非常的叫这个很惨啊，激动的流泪。
那么这到底是不是在误导民众呢？目前尚不得知。但是呢，搞得好像纽约好像是由联邦直接管理似的。要知道，纽约美国的这个州都是地方政府管理的，联邦只是来保卫或者是来进行帮助的职能。那突然又爆出了黑名贵的这个行动啊！而且是谁能够有这种能力呢？迅速在全美国组织起了这么大的一个活动，这种组织在背后有多么大的能量啊？那所谓的这种自发组织，真的有这么大能量吗？正常人你想一想就知道一定有问题了。比如还发现了这个疫情的造假，那么佛州有这么多的检测点，不约而同的故意的瞒报阴性的数据，从而制造出高达98%的中招率。这种不约而同的行为难道不奇怪吗？而就在联邦宣布不再由 CDC 负责疫情数据以后呢，由卫生部接手，结果 CDC 马上承认自身的数据出错，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所以作为这个上一任的时期我们看到了奥巴马的这个继承下来的 CDC 的机构人员，到底他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还要仔细的考虑。未来呢，我相信 FBI 会进行大量的调查。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